大家好，我是皮特。饲养甲虫时，从鱼蛹蜕变成甲虫的变化，永远是最激动人心的一刻。褪去蛹皮，各个身体部位展开，就像变形金刚一样。但蛹的时期也同样是它们非常脆弱的时候，不仅本身不能移动，同时在羽化的时候也可能遇到羽化失败的风险。而这一次遇到了一只脱皮时卡住的锹形虫，立刻把握黄金的救援时刻。究竟我们能不能拯救这只锹形虫？完整的全纪录，我们马上开始。这是一只台湾深山锹形虫，经过1年的饲养，终于来到羽化成成虫的时刻。正常情况，虫能够透过扭动撑开前胸背板中心的蛹皮，但这只发现时，腹部的皮已经往后拉扯，但中间却迟迟未裂开，导致无法顺利的蜕皮。并且虫体本身的力量还有动作都非常虚弱。这时如果不借助外力，将无法脱下蛹皮，而翅膀开始硬化后，就失去救援的机会。现在正是黄金的救援时期。可以看得出来，皮相当的有韧性，需要双手一同的辅助，轻轻的把它从蛹室中取出。可以发现腹部的皮早已往后拉扯，代表羽化过程已经开始，但刚刚上方的蛹皮却卡住了，这样子虫将会被限制在蛹中硬化，最后导致死亡。我开始用镊子轻轻的一点一点撕掉蛹皮，过程中非常的小心。这时候整只锹形虫是非常柔软脆弱的，如果戳到一定会造成伤害。翅膀的位置是最大的难关。可以看到蛹皮非常紧密的粘在它的鞘翅上，此时的鞘翅非常的柔软，用尖镊子会担心刺伤，但用钝的镊子又无法顺利的夹起蛹皮。在这个阶段，如果受伤，就会造成体液不断的流失。上面的鞘翅皮退下来后，更大的挑战是下方的内翅。内翅是甲虫用于飞行的翅膀，是相对非常薄的一层翅膀。由于都是柔软的薄膜，更加难以区分蛹皮还有翅膀。如果夹到翅膀，就会造成内翅的受伤。表面这一层膜是非常紧密贴合在内翅上的，要格外的小心。摘掉内翅上的蛹皮，成功。换到另外一边的翅膀，可以看到虫的状态非常的虚弱，脚呢也只能缓慢的来移动，一点一点轻轻的撕下上面的蛹皮。蛹皮相当的有韧性。轻轻的用手扶住虫体，才能够顺利的将蛹皮撕下来。来到内翅的部分，确认夹到的是蛹皮，一鼓作气，成功。
到这一步已经是我们现阶段能做的，接下来就要靠它自己。随着它扭动并挤压，鞘翅才会慢慢的充血并延展开来。我们能做的就只能脱去蛹皮的束缚，将虫放回容器内，底部用餐巾纸铺好，同时做好保湿。透过一小段的加速，可以发现虫不断的有在抬动它的身躯，让它的鞘翅能够顺利的往后延展。然而，此时出现了另一个难题。理想情况，我们会希望鞘翅在充血的同时，慢慢的向上、向中间愈合。但随着时间推移，我发现鞘翅却未能向中间合并。尝试用镊子轻轻的向中间推，也无法成功定位。只是赶紧将虫轻轻的捧出来，用双手从两侧托起它的鞘翅，慢慢的、非常轻柔的向中间定位。过程中呢，还要保持内刺在鞘翅的下方，一点一点的让鞘翅延展的同时往中间靠拢。直到两边的鞘翅都卡进小盾板时，才终于算是大功告成，已经脱离了最危险的阶段。在鞘翅卡进中间的小盾板后，就像是机器的卡榫顺利的结合。鞘翅两边能够很自然的、慢慢的向中间、向下愈合。可以看到它扭动它的腹部，将鞘翅慢慢的充血并延展。慢慢的，两侧鞘翅也几乎完全的合并在一起。最后，我们在容器中制作出勇士的形状，避免它翻倒自己压伤。这么一来，就算是救援完成。在大部分的锹形虫中，头部都会保持在下方的位置，直到翅膀全部都延伸完后才会抬头，变换为我们所熟悉锹形虫的模样。隔天，鞘翅已经完全的收好，原本洁白的鞘翅也已经转变成橘色。而随着时间越来越深，最终成为深褐色，这是帅气无比的台湾深山锹形虫。感谢大家一起加入这次救援的全纪录。从2023年开始饲养的鸡母虫，经过了1年又4个月的时间，即便在羽化时遭遇了最大的困难，但是最终成为了非常帅气的铁甲武士。
能够参与这个神奇的时刻，见证一个生命的重生。对各位有在饲养甲虫的朋友来说，都有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时刻，可能原因非常多，不管是个体的体质比较弱，或是环境的变化太大、环境太干等等的因素。无论如何，要拯救这只蛹，最关键的会在于发现的时候，能够在最及时的时候把蛹皮给褪去，才能够让它顺利的伸展它的鞘翅。而另外一点就是它的翅膀要成功的合上，卡住小盾板。把握这2个关键，其实是有机会拯救羽化失败的个体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皮肉很自然，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